王下七武海制度的衰亡史，罗杰海贼团完成了航行世界1周的壮举，得到了传说中的大秘宝。他在临死前用一句话开启了大海贼时代，数不清的人为了追逐自由、梦想和财宝，扬帆出海。伟大航路上的海贼多如牛毛，就连海军也不能完全应付。而且新世界还盘踞着四皇这样的超大型犯罪组织。为了世界的平衡，政府里的高层想了一个好主意，在所有的海贼中挑选7名实力和名声拔尖的海贼，给予他们合法掠夺的权利，让他们成为世界政府的打手。这便是鼎鼎大名的王下七武海制度。七武海成了与海军本部、四皇并列的3大势力。这其实是说7个武海们合力能抗衡1个四皇团。一开始七武海的确很威风，一般小的海贼听闻他们的大名，往往被吓得魂不附体。但这里面不包括草帽海贼团。在威士忌山峰，娜美听说薇薇公主的国家正在被七武海之一的老沙祸害，当即吓得花容失色。不过她浮夸演技的背后意思就是得加钱。后来的七武海就成了草帽团单刷的副本，贡献了海量的经验值。打败阿拉巴斯坦的老沙，迎来了美貌与智慧并重的考古学家罗宾。老沙出狱后洗心革面，坐实顶上五五开之名，前后帮了路飞好几次。打败恐怖3尾帆船的莫利亚，迎来了色气满满的骷髅音乐家布鲁克，被大雄拍飞到女儿岛。傲娇女帝爱上了不解风情的路飞，帮他潜入推进城，抵上战争时放水给钥匙，瞒着海军私自藏匿路飞。庞克哈萨德跟救命恩人罗结盟，剑指百兽凯多。德雷斯罗萨打败原天龙人地下哲学家多弗朗明哥。此外，大雄是革命军卧底，虽然人格被抹除了，但此前曾3番5次帮助草帽团。鹰眼跟红发是好基友，顺势认下了大侄子路飞。顶上战争也没有动真格的，在东海向索隆表演了凡尔赛剑法，回到城堡里还收了索隆为徒。巴基更不用说了，平生谁都怕，就是不怕红发和路飞。资历深，运气又好，捡漏王实锤，区区四皇老圣平，干脆直接入了伙。顶上战争当保镖，带着路飞各种跑。白胡子2世实力虽然强，但是脑子不好使，造成的破坏比较多。黑胡子只是拿七武海当跳板，用完就扔，把世界政府和海军的脸面按在地上摩擦。这些个前前后后的七武海，要么被路飞锤翻，要么成了自己人。敌意比较大的只有白胡子2世和黑胡子。对世界政府来说，七武海已经起不到工具人的作用了，不听话还要搞事情。大将藤虎更是现场直播，连补救的机会都不给。贝加庞克又研制出了 SSG， 想来威力比和平主义者大得多。基于这些原因，王下七武海制度最终被废除。不过海军也平白增添了3位实力高强的敌人，